终于可以吃饭了。对，我等这一刻等太久了。等一天了。听说今天这一碗饭应该会特别的 expensive。真的吗？那不管它是不是 expensive， 我们也得看它好不好吃。但这个确实看起来应该是上的会挺好吃的样子。他们这个餐厅简直不要太漂亮了。嗯，对。怎么办？菜单要去叫人吗？我们去叫人吧。再去叫吧。姐姐。哦。有什么需要？有菜单吗？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推荐的菜吗？我们只能扫码点单。哦，只能那要不只能扫码点单。是别扫，不扫了。就你们有什么推荐的吗？就直接上吧，应该吧？谢谢。没办法，我们初来乍到，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好吃。对啊，就随缘点呗，就反正也不是我们花钱。是我们花钱，是我们花钱啊！只有我们2个人都是我们花钱，这肯定是我们花钱啊！对，我们要含着眼泪吃下去。哎呀，那里什么？那里怎么还有个秋千啊？你看，我们吹着海风，我们还能听着海浪的声音，对，我们还能享受着这哇！你看，你抬头看，哇！你的星星不见了，星星呢？刚刚过来的时候还有星星呢。对啊。哦，谢谢哇！谢谢。什么鸭腿？油封鸭腿。油封鸭腿。这个是蘸了酱汁。好的，哦，谢谢。咱把它稍微分一下，咱把它稍微用刀把它切一下。你切吧，我还是擅长用筷子。这个给2个人吃真的有点难分呐，这个。你能把鸭腿切成那种超薄牛舌？我真的迫不及待的。等一下。你这不是帮你搭一下，帮你切，帮我切。这个真是这个鸭腿，这个鸭腿，我看的好急啊！能不能让它上2份？我们一人拿着一个啃。那个要不然还是上1份吧。姐姐呢？要不再上1份吧？我们这样好累啊！先尝一个，你先尝一个，先尝一个。我有的时候味道还是可以的。真的吗？哦，确实可以了。你就把那骨头也切断吗？这个真的很难弄啊，这怎么办？哦 ，Oh my god， 这又是一个，谢谢，又是一个很难切的东西。把这个切了。哦，谢谢。这个你嚼一点，你就直接浇上去，啊 ，nice， 这好吃吗？你尝一尝，尝一看。我可能太饿了。好吃。主要这个筋很有嚼劲。这酱真的很绝，我觉得酱真是把这个菜哇，这是真的是 level。哦，大满足。用手撕是吗？哇，我忍不了了。咱就是说，咱是不是得戴个手套？有手套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刚刚是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手套？无所谓了，有餐巾纸。OK， 又有新东西来了。又有新东西来了。哦，新东西。谢谢。谢谢。哦。咱就是说，先让我尝一口。怎么说？咱就是说，味道可以。好久没吃披萨了。哇，这是满满的夏威夷风味，是吧？有股海边的味道吧？抓个小牛。小牛，你们刚刚路上还看到牛了？对，两就在马路，当时而且我们过去，他这么给我们让路。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可以吃得饱，毕竟我们还有一个这个。所以说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的伙食了。可以一直点外卖，我都点腻了，来点新鲜的东西。每次吃饭的时间就是最快乐的时间。所以说实话，我觉得那风景挺美的，海风吹着也很舒服。晚上看还挺好看的。对，
这里很好吃，唯一一点不足就是有点冷。其实我觉得这个鸭点不点第二份其实都行，但是我觉得点过了那还是点的。好满足啊。不知道为什么回去就还想点外卖，这附近有外卖吗？应该有吧？那个什么？这民宿底下有吃的。对，我看什么烤鱼啊什么的，对吧？哇，虽然我不吃鱼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吃海鲜？为什么吃海鲜？因为我们在海边啊。为什么在海边就一定要吃海鲜？因为在海边一定要吃海鲜啊。在海边不吃海鲜，我们居然在这里吃披萨、牛排。怎么？披萨怎么？你对披萨有什么偏见吗？没有，味挺好的，很好。你够吃吗？因为你够吃，我够吃。你够吃。你不是说你不够吗？我够啊。你说你吃饱，吃饱了回去再说。懂了。哦，你吃了？我知道。你这迫不及待那么快把面给吃完了？因为真的很饿，我已经忍了很久了。行吧。啊，爽，快乐，这就是快乐啊！这个饭真的吃得好安静，没有饭店的吵闹，没有人们的喧嚣。啊，咪咪，哦，他来了是吗？他过来了。哎呀，他好可爱啊！这边真的好多猫啊！我们每家人都养一只猫或者养一只狗。这民宿那边你这小肥，哦不对，球球对吧？球球小肥，它真是好肥啊！基本没见过这么肥的猫。能和它媲美的，我觉得只有加菲猫。快看天上的星星！然后找到一个星星，那边。看到了，就那一颗。你知道，车上看攻略的时候，听说他们那里有个观星台啊，你应该能看多一点星星吧？其实从这儿看不到，观星台看也不会有什么变化。说不定我们能发现第二颗。啊，是这样的吗？这一颗它好可怜。那我们以后一定要去试一试。那这个猫咪可以吃这个鸭腿肉吗？可以吧？你放下是不是？哎，你别吃草呀！吃吗？那吃了吗？香死了吧！香死了吧！为什么不张嘴呀？哦，张了！哎，舔舌头了。舔，想吃，饿。放这呢？吃吗？哈哈，还想装矜持啊？它一只猫吃了那么点。什么人家能吃多少？你还要吗？我换成这个。哥哥，可以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可以换成这个吗？换成这个牛排小牛吗？对，不要鸭了。对，换成这个，谢谢。真贼。心在滴血。他的笑容瞬间就没了。那这个，哎呀，心情一下就舒畅起来了。这个披萨你能吃掉吗？你干吧，我干不掉。你还能吃掉？干饭人你是厉害。哎，因为肚子饱了9%了，还有1/10就靠那块牛小排填饱了。就靠最后那块牛小排了。
这岛是挺安静的，挺舒适的。我觉得住在这的人应该会挺幸福的。我感觉这的人应该都挺早睡的，8点睡觉，应该有很多人都这样。对他们早上6点10分就开始吃饭，6点10分吃饭，10点多就吃中饭，4点多就吃晚饭，好规律啊！感觉时间会比我们要稍微早一点。这个时候估计已经算是凌晨了，7点多那也不没有。快睡了，他们对他们快睡了。秋千，往后看。好停！等一下，不行了，等一下，刚刚我已经感觉我的身体已经折叠起来了，我就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了。哦，这要直着玩。要不我给你拍个背影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不我给你拍个背影照？拍个背影吗？你要吗？我可能会在上面，像在过独木桥。哎，哦，这样的，那手在抖，因为我在用力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总感觉别人玩的那种秋千都玩得很，我像在练背肌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在夹我的背，是吧？我在练背肌。哎呦，我的背，我吃不消了，我不行了。看着眼前这个空荡荡的海和远处的那一艘艘亮的轮船吧，应该是。你有何感想？哇，好美啊！好美啊！都看不见，你别一脚栽进去。好美的黑夜呀！但这里确实好看，对吧？这里确实好看，这个好像那种感觉好异域文化呀，总感觉。对，它这不是什么中国的布里尼吗？圣托里尼吧？哦，对，圣托里尼。对，好记性。我这样看大海好神秘啊，你又看不清，但又能听到它的声音，好魔幻啊，这样。而且你会产生一种未知的恐惧，对吧？神秘又危险。对。哦，你现在看那个灯塔，哇，照那么远，哇，真的亮。那是灯塔吧？啊，那是灯塔。你刚刚不是挥？哎，是挥了一下了。再挥一下呢？再挥过来了，对一下。哇，真的亮，照那么远。哇，这个真的亮啊！这个真的亮。这种灯塔还是得远着看。其实这夜晚啊，就是感觉也没有很热闹，然后也不是特别的亮，很清冷的夜晚。我听到蟋蟀在叫了，真的很安静啊，这个岛。只有海声啊，这除了我们俩讲话，这只有海声了。你要不要坐着试一试？我们刚踩过了，咱们用屁股擦。OK， 你用屁股擦 ，OK， 可以。咱们用咱的裤子擦，用裤子擦 ，OK， 你擦。这好像愤怒的小鸟。什么喂？哇，好像刚才是，我刚才是好像。真挺好的这里。就是也太黑了吧这一片。这黑点好了，这你再看啊。没有了吗？没有了，那是没事，那没事了。没事，那就算了。那算了，没事。好的，我已经看到，我已经看知道，我已经懂了，我已经懂了，我已经看到未来了。 OK， 我懂了 ，OK， 懂了。没有，咱们就是说，咱们终于有，咱们不多说，对，咱们都说啊，咱吃饱了，咱们接受，咱吃饱了，是真吃饱了，咱们觉得 OK 了，咱 OK 了，对吧？咱们觉得不用了啊，就是说咱们可以出发去观星台了。咱们觉得，咱就说，咱觉得没问题，对吧？那咱就说走吧，咱就说立刻走，咱就说对，立刻走，咱就说先等一下，先等我还下充电宝。行，咱就说咱们得把桌子给收拾干净，对，咱还得擦一下那个秋千，咱就说都得来一遍。咱们说得给点抹布，给点餐巾纸。咱们说你有没有带？我应该有带啊，你没有手，我摸一下啊。哈，没有，咱就说咱带了。哦，牛的。你要清新口气剂吗？啊，可以啊，给你清新口气剂，很可以，很满足，好吃还是好吃的。走吧，还充电宝，咱就出发。咱说没问题。昨天能不能抱着猫走啊？哦，我以为它会是一个台，哎，我以为它是那种很高的，原来它是这种观星地呀！哇，我这里看得好清楚啊！哇，我真的哇，我失语了！哇，哇，这样看好漂亮啊！哇，我真的特别喜欢宇宙，是吗？那么说后面那颗是木星啊？对，你看后面那颗最亮的那颗，哇，它这颗真的太亮了，肯定是最美的一颗了。
哇，真的，哇，好多星星啊！哇，我真的数不出来，好像真的哇，拍不出来的。试一下呢，人也有梦想哦，拍得出来。哇，就是你拍出来了吧？是拍出来了，但是呢，噪点很强的，它这个。你就很不想承认，真的是拍出来了。对，这是噪点很强。这个像，拍出来的效果真的很奇怪。对相机拍。1颗、2颗、3颗，为什么有的在闪彩色的光啊？那不是星星吧？有的在闪不同颜色的光哎。哦，我真的是无法用言语去表现这个震撼。你这个光，要挡住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真的要把光挡住，就会发现真的。哦，光挡住以后，出来好多星星，多出来好多。宇宙就是这么变幻莫测。真的在这我真的能看一个晚上，因为看到明天早上。这为什么有星星没有月亮啊？月亮害羞了，它藏起来了。可这是我真的是最直观的观察过宇宙的一次。这时候要用望远镜看啊，看每一颗星星它的样子，哇，那个太美了。你知道我刚好看到一颗流星。哪儿啊？我刚吗？刚在那个位置。那边？那边我刚看到一个，就是很快就划过。之前他们不是都说看到流星要许愿吗？对，我刚刚赶紧许了一个愿，赶紧把愿补上，说明我已许过了，还有效呢。哇，这种时候看流星雨，要是有流星雨的话，也太帅了吧！真的，这辈子真的很想去看一次极光。你知道极光吗？啊、我真的特别想去看一次极光，因为我看图片就已经是那么震撼了，完全想不到它到底肉眼看是有多么的震撼。你知道吗？不过有一说一，美是美，就脖子有点累。我已经枕在后面了，我已经当靠枕了。这种时候有个望远镜多棒啊！哎呀，下次去那个天文台。这地上的是什么？哇，星星！地上的星星掉下来了，总共也就这么大，是吧？哇，那个木星都比这个亮。那也是没有，我估计还是这个亮。你再隔远点看，它地上是不是什么星座的意思啊？不是吧？它这个就是随便摆的。那为什么有的大有的小啊？因为他乐意。因为他乐意吗？真假的？他随意啊。你买的这几包都不错哎，味儿都还可以。真假？真的。怎么样？还可以，还可以吧？但我先跟你说呀，这只有2包，9包是我的。行吧，这真好吃这个，哎，是吧？这个是真的很好吃，还有这个鸭肠，你可以尝一尝。鸭肠？那鸭肠啊？对，你可以尝一下，真的很可以。哦，这个好吃，好吃吧？这真不错。哇，这我在我们学校小卖部买的。这是我刚刚吃的时候最好吃的一个，是吧？这什么？我之前也没吃过这个，我前天刚挑的，我今天刚买，我说准备尝一尝，说哇还可以。这个真好吃。你买不能吃啊，应该回馈我一点。什么回馈你一点？我不是给你买壶完了吗？你还好意思提啊？怎么了？你真好意思。我给的可是必需品，我天！哇，我太贴心了吧，我天！太厉害。基本感觉星星少很多了。这边看不到。对。我感觉一天好快啊！你看，我们在船上就待了多久啊？9点开始，待到那12点多。差不多到这儿后干去了哪？去了这儿。先去的哪儿？我们一来专上馆，然后去的敬老院，对，然后再去的看日落，再看灯塔。哦，还有吃饭，把饭给忘了。今天一天下来，感觉好充实啊！除了我们早上在船上晕过去的那3个小时。
睡懵的人。就下船的时候在船上，我在船上，我在甲板上的时候被吹傻了。那个雨，那个不是那个浪，哗哗。到这儿以后感觉这儿真的感觉像是那种，感觉来这不仅仅是单纯来看美景的，我觉得更是体会到了这的一种，可以说他们这的文化吧。我觉得这个岛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意义。嗯，之前以为就是一个可能看起来比较好看的一个美的小岛，旅游的一个小岛。这个岛其实也很小，只有700多个人吧。嗯，700多个人。不是说当时里面700多个人80%都是，好像说60岁以上的老人。然后我们去敬老院，对，那6、7个爷爷奶奶都80、90。不知道他们其实也很孤独。我感觉，就可能虽然我们之间可能互相不认识，但是可能是以我们的感觉，让我们亲自把他们变作我们的奶奶，可能我们去这样看望他。我希望他们也可能能从我们身上得到一点，对子女来看望他们的感觉。对，真的，我真的看到他们笑，我觉得哇，真的很幸福。就感觉他们因为看到我们而开心，真的就是可能人就是，哎呀，感觉80、90岁了，感觉会，可能总感觉有点返老还童的感觉。他们就是在那个年龄就会很天真，有人来看他们，他们就会觉得很高兴。所以说，真的做子女的、孙子孙女的，真的应该多跟自己家里的老人。有空一定要多陪陪家人。不知道能陪他们几年啊？80、90岁的老人，身体健健康康的挺好的，你的气色也挺好。过来，还跟我们说早上爬起来还要跑圈儿，围着那个跑个6、7分钟，5点多跑，爬起来跑6、7分钟。我反正我吃不消，我是肯定办不到。我爬起来我就已经吃不消了。别说每天了，我真的连续1周我都做不到。人家还起来跑2圈，但是他们就在岛上和他们的朋友一起度过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时光，也挺好的。对，因为子女确实没办法一直陪在身边。嗯，人家都也要赚钱养家，然后上学要生活。对，我老太也马上100岁了，但是气色真的就是会和我正常的聊天干什么的，就是状态非常非常的好。但是因为确实年纪很大了，所以说我妈就经常跟我说，得找时间去看看她，毕竟可能见的最后一面可能就是最后一面了嘛。嗯，对吧？因为我老太挺喜欢我，看一定要多看看。我还记得当初我外公在的时候，每次因为我外公那个时候是住的比较远嘛，就每次从我家开车过去要一点时间。那个几岁啊？小学到初一那段阶段吧，那段时间就经常去看我外公。那个时候，外公外婆家干什么？就每天就坐在他们家床上，然后就3个人在那里打扑克，也不知道玩的啥，那反正就是跟个傻子一样在那乐。那个时候就觉得挺开心的。然后后面我外公生病嘛，就后面每次去到外公外婆家，以前还能打牌，到后面都，唉。结果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是。反正多陪陪家人，有空就看呗。其实我爷爷一直都很爱我，就是小的时候我爸一直打我的时候啊，护着，一直护着，真的就是护着。以前我爸不管怎么打我，都会拼命跑向我爷爷，就是因为我知道我爷爷真的是太爱我了。是在高1的时候，那么有一天一直胃都有毛病，会出血什么的，其实很疼，但是也没有到那种很严重的地步，你知道吧？大概那次也有就是晚上的时候，就直接
瘫在厕所里面。后来就在厕所发现他一直不出来嘛，进去看，那个让人把他抱到床上，他就说胃疼，然后他又把我叫过去。当时我刚过完生日，就在我生日之后，大概隔个2天吧，然后就过去就说什么让我好好上学啊，然后一大堆的。他跟我说，他快不行了。我每次其实都可以，就是我觉得这次应该也会像以前一样，就是真的没有到那种感觉医生告诉你真的不行了那种地步。所以说我真的就也没有太那什么。然后晚上就是他送过去了以后，就是会有种莫名的心慌，但是以前来说，应该是可以安全回来的。反正就晚上一直等电话嘛，没等到我就一直睡觉了。然后第2天早上醒来，我爸就在床边，然后就抱着我哭，就说没有爷爷了。但是我爷走后，包括到大灵堂啊，去殡仪馆啊，就是看他最后一面的时候，真的我一次都没有哭过，我真的没有哭。我爸爸在那儿哭，我姑姑在那儿哭，我真的没有哭过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很难受，但是就哭不出来。那可能有一天晚上，之后去哪儿来着？去出通告的时候，那晚上就看微信，然后翻到了我爷爷给我发的语音，就听着感觉真的。当时我和迟毅在爷爷房间嘛，他就看我突然哭了，他吓一跳，然后立刻从床上躲得远远，躲到那边的坐椅子上说你怎么了？但是我也没有回来，反正就挺难受的。真的，就感觉老人家们这辈子都没怎么享福呢。他们是真正的吃过苦的人，感觉都没有很好好的报答过他们。就谁都知道什么，人都有团聚和分离，但谁又真的想去直面分离呢？谁会真的能接受这个事实呢？谁都说嘴上说对啊，肯定都会团聚，都会分离，但是就挺不想有分离的。对，真的会的。之前一直幻想着，当爷爷走了或者奶奶走了之后，我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啊？我是对一种什么样的状态？以后没有他们了，会怎么样啊？真的一直都在想，但是发现真的经历过了以后，感觉其实和我想象中还是有点不一样。我真的以为我会那种每天难受的死去活来那种，但是又不是那样，对，但是发现就很奇怪，真的得接受，得接受，努力记住他们就行了。活着就是最大的目的，就是要让别人记住你，不能离开了都没有人记住，那就是真正的离开了。哎呦，我们在高高兴兴的出来玩，怎么为什么要聊那么伤感的东西呀？这不到了一片比较，对吧？比较有意义的岛上，来聊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。哎呦，最烦聊这种东西。你醉了？没事嘛，空间互相敞开心扉嘛。互相敞开心扉。昨天晚上看到那个星空的时候，真的感觉哇，真的思想万千，就是真的想了脑子里真的想了很多事情，我真的觉得真的很浪漫，也很遥不可及。等自己七老八十都过多久了？5、60年，我们到时候就会
坐在躺椅上，要么就坐在轮椅上，看着我们现在看着如今的老年人看不懂的东西，我们就变成了他们。到时候那个躺椅还是那种可以悬空的对那种，然后我们可能自己还用不来，哎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上去还用不来，得人家调完以后，哦。我真的很喜欢想象吧，脑子里会构思一个幻想的世界，就是那边会集中了所有的美好，不知道以后几百年或者甚至几千年以后这世界会是什么样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我们就是古代人，挺好的，是一个能被他们记住的古代人，那就最好了。比较困难的。哎，今天是我们进入公司的第几年了？第3年吧，真快呀！这第3年了。第3年了，我的妈呀！我从初一上学期过完的那个寒假进来的，是吧？当初真奇妙。当时几个一起试训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当时还很忐忑不安，我说：“哇塞，他们真的能选我吗？”我说：“哇塞，真的吗？”当时不是一帮人睡那个大桶铺吗？一个房间摆了5张床，要睡9个人。那我们房间没那么就必定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的房间为什么这么豪华。你们1人1床，我们5个人9个人5个床，往上挤的都裂开。因为当时来的都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。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近视，然后我还没戴眼镜来，我这谁也没看清。我第一天来，第一天我就看到了一个公司叫啥名儿，进来我连那个摄像机我都有点没看清。第一天来，他不就这样拍嘛，拍一段小视频，我都不知道我在看哪里，我真的看不清。小视频啊？因为他进来，他不是会拍那个面试小视频吗？是吗？你没有这一趴吗？没有这个，真假的？他微博上没跟我说。好吧，我们俩不是一个档次。哪有没有？我还是去公司拍的那个面试小视频，然后回去，然后再通知的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那个贼奇妙，就是你俩说过是吧？对啊，是我一个同学吗？对，同学就发的，我也不知道是哪张照片，然后那个就有一个，然后是公司的一个姐姐就来找我了，然后人家同学家长还很害怕，因为同学家长就怕是那种真的，对啊，人家还报警，这个我真的，每次讲都觉得好好笑，就把我的那个照片发出去，那个同学吓得不轻，人家脸都绿了，人家在旁边吓得就怕人家是骗子。让人家警察过来再对峙，哦，是正规公司，是。见到我的时候就看了一眼人嘛，然后就发给我一张传单，这是货真价实的传单，这句话的那种啊。货真价实的传单。然后我拿了，那个同学家长说：“你快走，你快走！”然后就把我支走了。你不是进来的时候剃了个寸头吗？啊。那时候寸头戴个帽子，你帽子还是反戴。那个时候，我记得那一次是我忘了是大面试还是小面试啊？所有人要进到那个大会议室啊，对吧？对。然后进去好像要聊什么，然后进去以后，我看你旁边坐了一堆人，我以为你是混混，因为你是背着戴的，然后说啊，给我整的有点害怕了，然后我说啊，我说啊。一开始我们在进去，算是年龄算比较大的那一批。我们当时是那个分宿舍，别墅的时候是你、我、夏新哲，哦，还有一个林轩浩。当时我还记得那段时间，我是狂用生发洗发水。我记得贼清楚。你当时你用那个生发洗发水，我说啊，你用的是什么？那个品牌我就说了，然后用那个生发。记得什么牌啊？我记得，因为那个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当时是锅盖头嘛，然后又很短，没你那么短当时，但是也很短。我说我用一下你的。然后那段时间我正好可能在发痘期，然后用完以后，我隔一天我那个额头爆了，满额头的痘。我说这是生痘洗发水吗？我一下就裂开了。当时我们在那个别墅，不是我们4个在住一间房间的时候，他们会查房睡没睡觉嘛。我们4个好像是晚上在玩手机，但是我们又把那个门锁上了。我也不知道是谁反正把那个门开了，但是呢，对，不下去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是这么玩的，他们以为我在睡觉，然后他们就说没睡的都下去给我做体能。我就听着你们仨下去。对，我当时我是做体能，我说 OK 就体能，然后我看你当时还很懵的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就强装镇定，因为我听到他说让你们下去，我就
我就假装很吵。对，这已经很懵的想什么？哦，要下去了吗？我说啊，要下去了吗？他说你不用。然后我说好，然后继续玩。直接给我整傻了。我说你在干嘛？我当时我给你一拳呐！我说你在干嘛？我很会扭的嘛，我就正好就背过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都是拳下去了。我就听着你们在底下一个2个3个，那玩的也太累了吧？谁玩大晚上爬起来做体能啊？我受不了。还有一次谁来着？就是说都没有手机嘛，结果深圳嘛谁我大晚上半夜几点3点吧还是几点，在群里面发了一个那个群里面发了一个，我那个当时都爱玩那个跳一跳微信小程序，他偏要在半夜发了一个帮我跳一跳，在那个大群里，哇，那就是噩梦的开始了，那个就是，不然没人知道，结果一发以后全知道，那个全收了，哇，真离谱，那个时候，这是个好队友啊，那时候好憨啊都，脑子都不想了。这个音乐是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？他有人跟你讲吗？啊，有，我说啊，我说啊，我当时就疑问3连啊。当时我还在学校，我听齐一好像也知道，你是说，好像是说什么，你是音乐社的，他好像是这样讲的，但是很尴尬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怕他有种，我怕他有那种，你是音乐社，你就说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哎，可能吧。当时他音乐社他们。怕我们遇到那个录音室的同你们单独谈话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是那个录音室，还是2打1，对，2个跟你一个谈，3个吧？哦，我那是2个，但是我们从那录音室出来以后，我们就要去那个大的那个舞蹈教室，对，和他们谈判，他们4个在那一起，我天，我体多尴尬，那个时候进去的时候是真尴尬呀，就像什么，那种时候就像什么，就是你见过一面的陌生人，然后呢，他们在聊天，你现在突然让你们俩进去说，哎，你跟他们聊聊呗。我太尴尬了，我一直就待在那个八音室。对啊，对吧？一直就是他们就是一直待在那，就是现在八音室是公共休息室。对，现在打乒乓球。对，但我感觉你倒没怎么变。就除了外貌没怎么变。性格呢？我是什么样的性格？什么样的性格啊？我想想，该用个什么词儿来形容啊？这要用个词儿来形容，还真有点难。想不出来，其实咱们可以略过，不用印象。咱就是说，我觉得可以想出来。咱就是说不用印象，也挺麻烦你的，也挺麻烦我的。这一句可以说是把我的后路堵死了。咱就说今天可能想不出来，都不能回去睡觉了。那所以说你能想出来吗？我不在想了吗？对吧？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，这还需要思考。哇，就是感觉你的性格呢，我觉得跟我呢有一些部分是小相通的。我自我感觉是那种半内向半外向的，对吧？差不多吧。就是熟的人以后就会很熟，但是你不会主动搭话。你会让别人主动跟你说话。我觉得你是那种属于那种主动搭话的那种人。我吗？对。我怎么可能是那种主动搭话的人？搭话的那种人。哇，我现在都快有社交恐惧症了。那你要跟我说话，我都会对不起。完全看不出来。啊，真的吗？你这个不是社恐，你这是绿豆。那就是蜕变了。绿豆传，这个是那种比较慢热，对吧？对吧？一开始见面就是比较内敛。对吧？性格比较内敛，熟的人就感觉比较放得开。对，没什么变化，我是没什么变化吗？我感觉我小时候真的是跟个孬子一样。看我小时候都无聊，我这样给他抽他一巴掌，很开心能够分到 C 组。那个时候真的太好笑了。什么？我给大家表演一段才艺。什么？我在跳这个。对。这谁呀？我还想起来，我当时那个微博有一条，哇，是第2条微博啊。昨天还想吃橙子，今天吃到了，然后顶了个蘑菇头。我真的不想回忆那个，然后我还偷偷的删过一次微博。是哪个？我有一次拍图，我穿了个无袖，
那个眉毛是蜡笔小新。我去，然后我真的我不知道我当时我是怎么想的，我就直接我就把那张图给发出去了，我微博你。删了？我删了，真的我真的看不下去，什么图都可以，就是那张图真的不行，我真的受不了，那我太可怕了。就是你说像蜡笔小新吧，像，但是呢又丑，就是哎，那让我真的看不下去了，太可怕了。偷偷删博呀，这人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翻到那张博的时候，我真的怎么会有人眉毛这么像？怎么会这么丑啊？那个太可怕了，就是。那时候我走的还是喜剧人人设的，喜剧人，对，喜剧人。要是谁跳这个扭秧歌啊，你不觉得尴尬吗？我当时几条微博我还不露脸，就是强行不露脸，要么就是拍的时候我脸埋在枕头里，要么就是我对着阳光拍了一个背影，就是那种氛围高的。对高冷的帅哥。到后面发现啊，高冷啊，跟高冷都不沾边，我感觉你小时候比现在要更内敛一点，对吧？真的不见得，真的比小时候太害羞了。现在不知道经历了什么，是经历什么打击啊？怎么变得那么经历什么打击？哎，那么疯癫了？现在可能小时候收的太多了，长大以后呢，释放。对，需要释放，需要释放内心的压抑。憋太久了，我憋坏了耳朵。就我觉得都还好，咱们和以前感觉没差，也没差呀，对吧？没差呀，没差啦。就是除了小时候脑子可能有时候不太心疼，就是小时候神经大条一点，长大以后变得成熟一点。对，现在都没差。比如说我长大以后变得更加成熟稳重、内敛。我有一段时间真的很不想听到稳重这个词儿。what？ 这帽子是个中性词吧？确实稳重，确实。你说稳重吧，你说它是褒义词吧，它是褒义词；你说它是贬义词吧，你也可以贬。他们总说我气泡音，气泡音，说我什么故意发这种气泡音，故意装得很 BK。我只想说，我实话就这样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把那个气泡给我摘掉。就是说的很轻松啊，你觉得？反正也不是播广播啊，反正就这样平常讲话，就是这样子。他们说我声音不大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很舒服。总结，舒服。现在我当时也太憨了吧，就笨笨的。也还好吧，主要是发型也比较闹。配上跟发型更笨笨的了。真的，但是和现在长得真的完全不一样，真的完全不一样，我真的认不出来，太不一样。以前是这样的。真的，我的妈你啊！现在有让人怀疑去整容的程度。救命啊！真的，减肥成功，减肥案例。虽然知道你没有，但是你真的哇！哦，那个时候我就120左右，对吧？我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很重，手臂和胳膊都巨粗。我感觉你这不是体重的问题，真的是因为你完全长开的问题。可能是因为爱笑吧。因为他们说爱笑的男孩子运气不会差，对吧？人一定要快乐，对，快乐，笑一笑。但是我觉得该 emo 的时候 emo， 该快乐，该 emo。这样，现在是10点半，大概过半小时。我 emo 了，是 emo。我已经 emo 了。哎，这有点早了，有点早。有点早了，有点早了。等一会儿。吹得我好冷啊！我不行了，我要进去了，冻死我了，吹的。我们来这一次容易吗？对不对？我觉得咱们应该，你知道吧？行，那咱就再吹一会儿吧。咱再吹一会儿。对吧？再吹会儿风呗，反正咱跟风死磕到底。对，咱们就再欣赏一会儿这美丽的景色。咱就说把这肉松吃完吧。好，你吃吧。哎。哎呦，你扔只猪给我呢？这猪可太舒服了，我天哪！我头发现在满是海风的印记了，我头发都是海风的印记。太帅了，乱照了，有拖鞋，哈哈，要是躺着不睡着，真假的？躺着就睡着，不能睡，
太早了，你要起来嗨。现在干嘛？在玩点啥呢？干嘛？谁当时不？赢的那个人想。我想。这比输了还痛苦。我想。哎呀，好好想一想。你说下就下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碎掉了？真的假的？我的妈呀！啊！你在干嘛？我的脑汁刚刚在一刹那就被我榨干了。咱们来玩猜歌吧。哎，行，我觉得可以。来玩猜歌，我就给你猜你听过那首歌，然后咱就放前奏，一次猜错就算错，然后5秒内答出来。5秒有点太短了，太短了，不要现实。不现实。对。行，但只能猜一次。咱们这样每个人来5个。好。然后输了惩罚。惩罚怎么惩罚呢？咱们先把惩罚说好。输就玩真心话大冒险。行。不是那种太偏太冷门的啊。那个太猜不出来。你肯定听过，你应该听过。猜那种大家都知道的话，我觉得。好。你给我个鲨鱼过来。给你放这个。哎，你给我扔个鲨鱼呢？给你个鲨鱼，那个 baby shark 吗？给我扔个鲨鱼，你扔个鲨鱼。哦，给你扔个鲨鱼。我听说给你放个鲨鱼。哈哈哈！5秒，我放真5秒，我真放了5秒。不行，把你手机关吧。不行，你根本想不起来。不能用外挂，你是什么音？这是对吧？就在口中说不出来。你今天还听了吧？对吧？要是听过了再想不出来，那什么？怎么老是掉东西啊？哪？哦，我的门是开着的。Paris 是在那个这。I don't know， 我不晓得。你今天才听过？对呀。而且你还唱了。怎么知道？你那个歌名就在副歌里，你还唱了。你听过这首歌吗？我听过。你要讲清楚。你自己。你确定了吗 ？Rain Paris。3、2、1，确定。Rain Paris， 你的答案。这不应该按来是不应该 Paris in rain 才对。The Paris in Rain。3、2。Rain。这不能怪我吧？这是你今天听的。我以为他是记过。这可是你今天听过的吧？这不能怪我。5秒钟啊！我真的放了很充实的5秒。回到重庆小路在哪？哎呀，给他装到了，给他装到了。跟我玩这一套，还有英我是吧？给他装到了。还有英我。唐毅的歌我怎么会不记得？给他装到了，我是真没想到。有整笑就所以你等着放这首歌。可以，牛的，来，我给你挑一个啊。这是什么？你听过？你绝对听过。没听过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确定你没听过吗？啊？这是什么歌？你告诉我。在一起你没听过？是的。你真的？我想和你，我就听了我想和你。我想和你，在一起我没听过。没听过？不可能！这首你怎么可能没听过？你还唱过的？不是发的，就是私底下还唱过。真的？真的。
你绝对听过这首歌，那我再给你放一点好吧？你这次就算输了，我再给你放一点。算输了，那我不要听。你怎么可能没听过？你没听过吗？王思源啊，你没听过阿姆斯特丹吗？不可能，我听过，对吧？你看，前面这个有点熟悉。哦，前面不熟悉。在这边就失去超能力。什么？在这边就失去超能力。啊，可以。一次不落，这一次不落。这确实怎么了？那这个时候给你来个中等难度，好吧？好。是什么啊？我看我能不能搜到原版。你今天不给我放原版，你真搞笑。要是我给你放全都不是原版，你一个都猜不到。好，我给你放原版，是吧？熟悉死了吧？是什么？但是很熟，对吧？这个就是绝对听过，但是就是难受想不起来。到了，我们的故事。那个在你左右还有多久？还是我们合唱的那个，对吧？我们的故事真难忘，太多的回忆和希望，不管它有多疯狂，我愿意一生收藏。哎呀，这只能是因为我挑歌挑太好了。你来吧，你练那牙吧。第一个，哦，救命啊！怎么这么玩啊？听过没有？听过。还有一个，你得说两个。不用了，歌手就出了一个，要说两个。这个算对了。没有，你得说两个。不，这个算对了。你得说两个，你说一个呢。你这属于无理取闹。你得说两个，你得说两个，一个就行了。这次是要把所有的说出来。怎么可能啊？那这样吧，你这算扣我0.5。不可以。我给你出的题都那么阳间啊！我给你出一个你肯定听过的，好吧？你能不能出点阳间题呀？这个你太难了，这个你听过。这又是个啥呀？当当当当当！你听过，而且我还见证你听过。你不是给我安利的啥歌吧？不是，这首歌，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放弃，好吗？直接放弃吧。我放弃了。放弃了。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。哎呦，这是关于你的风景，就在黄睿的车上。哎呦，我真醉了，我怎么一首都猜不出来？我猜出来个漂亮的，怎么讲？再继续还有2首。队长。送你们好吗？好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那前奏是干了个什么？怎么讲？这叫对吧？这样用脑子选择。你确定是我听过吗？真的放弃。Justin Bieber。我可以直接给你放主歌了。我真吐了。是你输了吧？是我输了。是我输了。OK， 太棒了！我们今天一天的行程好累好。我们洗澡吧。洗澡。这个镜头你太危险了。我命令你下班了。好吗？今天你就睡在这儿了啊。你毛衣会不会哈哈，真假的？应该不会。不会吧？没有，不至于。这太透了吧！
我这太透了。关了吗？哦，好啊。哎，我都睡了一觉，咋还没好啊？What？ 啊？是啊。哇，我洗的巨快，好吗 OK。哎哥，你还别唱，快点，快一点！啊，你太慢了吧？好了，我在涂东西啊。对吧？我都睡一觉了，我说真的，睡一觉了？我真的睡一觉。你可真夸张啊！我真的睡一觉了。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我 OK 了。哦，舒服舒服舒服，整个人都升华了，太爽了，太爽了。你哦，你进去你才知道它有多舒服，它会让你不想出来的。哎，你真的牛的，哦，真的牛的，哦我真的你在外面睡了一觉。哦，哦，洗完澡，哦 ，Oh my god， Oh my god， 不知道应该怎么讲。哦，别真久，太爽了。咱就说，我可能真的要睡着了。耶，不对，就是说我穿个毛衣啊。哦，我毛衣给它盖住了，才想起来。啥？现在穿这个毛毛的有点太毛了，来，给你换个衣服啊。哎，别不穿那个毛毛的太热了。真是。这还凉快。然后说咱进去洗澡。这个。哦，是床。哎，哦，太舒服了。哈哈哈，都往地上扔，我天！哎，你可以去了，可以去了，可以去了。这没人热，你开中间就行了，中间正好。
就这样。来，就是这样。